嗨，大家好。2021年1月26日，上海杨浦海事局连发了2条航行通告，即沪航通0051号和沪航通0052号，说沪东中华造船厂在29日和30日2天将有新船出坞下水。居民们一听就知道将有大事发生。果然，在29日，中国建造的第3艘075两栖攻击舰下水并开始西装。而且在黄浦江畔的中华造船厂，你会看到2艘075并排施工这样壮丽的场面。我想亲眼见过两栖攻击舰的军迷应该知道，由于两栖攻击舰的船身笔直，所以侧面显得异常高耸挺拔。虽然吨位不如航母，但给普通人的视觉冲击力反而更大。所以如果有幸可以在黄浦江对岸一睹2艘两栖攻击舰的真容，绝对可以用震撼来形容。第3艘刚刚下水，另外1艘是谁呢？就是此前刚刚结束海试返回沪东造船厂的0752号舰。2号舰在去年底12月21日离开港口。当时中国海事局发布通告，黄浦江长江口试航的船只编号为 H24， 在由075首舰试航时编号 H23， 就不难推算出此次下水的3号舰在未来海试时的编号毫无疑问将为 H25。 那么2号3号舰找到了，1号舰又在哪里呢？我记得之前给大家曝光过一位专门为 CIA 收集军情的 Maxar 产品总监肯乔伊斯，他继上次曝光了中国运20现身南沙永暑礁之后，1周前在 LinkedIn 上又发布了一组卫星图片，其中一张显示在海南三亚附近观测到了075的首舰。他提供的卫星俯拍图非常清晰，可以看到7个直升机停机位。而我们知道三亚可是全中国的度假胜地，在春节前夕，无数游客从寒冷的北方涌向海南。像075这么个大家伙在海上航行，会逃过游客的眼睛吗？当然不会。这是一位网友在三亚附近海域从游艇上拍到的075。图片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075厘米的大长腿，不是附近隐约浮现的那艘075 1号舰正在海上执行任务。海南岛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在这里既能休闲度假，又能观赏到军舰，甚至时不时还能一睹火箭发射的盛况，在此天涯海角真是不亦乐乎。在最新版本的谷歌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075的首舰已经停在三亚军港，从其2019年9月25日下水的第一次亮相到今天在南海与山东号航母等军舰一起协同训练，16个月过去了，想必距离其服役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个人推测，今年4月23日海军节正式官宣服役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刚才说了，075型两栖攻击舰2019年9月25日首舰下水，2020年4月22日2号舰下水，2021年1月29日3号舰下水，算平均建造周期不过8个月左右。即便加上厂房内切割钢板等的准备时间，整个建造周期也不会超过1年。要知道，这可不是此前介绍的台湾那种600吨的巡逻小艇，而是一艘4万吨级的大舰。这个吨位甚至超过了有些国家的航母，而且这一切都还发生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075之所以建造如此快速，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就是075在建造难度上相比航空母舰和05万吨大驱来说并不算高。舰上最重要的飞行甲板、升降机和机库，中国在001和012航母上早已摸透，而用于投送人员和装甲车辆的坞舱和装载平台以及两栖作战指挥系统，则拥有着071两栖登陆舰的建造经验。而航母和驱逐舰上的标配中华神盾系统，075又无需安装。武器只是最简单的自备系统，如红旗10和1130近防炮，而其他雷达、电子战设备和一般舰艇作战系统，这些早已轻车熟路。可以说075的神速与近年来中国在各类舰艇的建造能力上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分不开的。但即便075没有航母和05万吨大驱那么复杂，但这放在一般国家还真的造不出来。如军事大国俄罗斯在2014年被法国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放了鸽子，真喝了几年西北风之后，开始建造23900型两栖攻击舰。不过建造速度始终赶不上需求变化的速度。这一型从最初设计的19000吨对标法国的西北风级，到后来提升到3万吨来对标意大利的里亚斯特级，直到最近俄媒又爆出4万吨的数字，显然是瞄准中国的075和美国的黄蜂级。这一变再变的吨位听起来好像不太靠谱，希望不要最终沦为 PPT 级。23900预计2026年服役，到了那时不知道中国已经拥有了多少艘075了。以上是技术面，075的快速建造当然还有另一个层面。之前介绍075的科普视频中提到，075两栖攻击舰是专门为宝岛台湾量身定制的。而我在 YouTube 上发布的视频中，经常会看到类似这样的留言。这些留言不禁让我想起九品芝麻官中的方唐镜。怎么样呢？我又跳出来了！哎，
返回去了。哎，怎么样？我又跳出来了，打我啊，笨蛋！打你！大家都听到了，是他叫我打我才打的。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也是，还真的很少听到这样的要求。既然盛情难却而又时不我与，那就撸起袖子加油干吧。那么075有了，它的配套设施怎么样了呢？一个是上面舰载机，当前中国装备的舰载直升机包括从法国引进的13吨级超黄蜂仿制而来的直8舰载改进型，另一款也是从法国引进的4吨级轻型直升机海豚仿制而来的直9。这两款虽然实现了舰载化，但一个太大占用空间，另一个太轻，无法同时完成反潜和攻潜任务，都不太适合大量装备当前中国的各类主力战舰，当然也包括075。所以10吨级的通用型直升机直20来了。大家知道，中国航空飞行器中能被赋予20称号，自然有其特殊的意义。没错，直20正是瞄准了美国的黑鹰，而舰载版自然是对标 SH-60 海鹰舰载机。而在新年之初1月6日，在官方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南海舰队的公开实战画面中，就谈到了直20海航版本 直20F 反潜直升机。这也是我国官方首次证实该机型已经开始与舰队协同训练。关于直20陆航海航版本的作用以及与美国黑鹰直升机的区别，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期视频。除了舰载机之外，另一个就是726气垫登陆艇了。如果没有这个，075也就无法发挥其登陆神器的作用。光靠直升机是无法完成抢滩登陆作战的，更重要的还是看重型装备和人员的投送能力。那么726个头这么小，在地图中能找到它吗？还别说，真的被我找到了。同样也在上海长兴岛江南造船厂内的一处码头，我一共发现了上下共6艘726。当然，这不是实时卫星拍摄的图片，现在这6艘说不定早已在071或075的肚子里了。071可以一次性搭载4艘气垫登陆艇，075虽大，但要给机库预留大量空间，所以参照美国黄蜂级，大致可以搭载2至3艘。而每艘726可以运送1辆96式主战坦克，或1辆15式轻型坦克，或2辆05式两栖步战车，或者80名士兵。所以简单计算就可以知道，要一次性运送10亿级的部队和装备完成登岛作战，071加075起码要有30-40艘。而我们知道071和075都在沪东中华造船厂建造，而今年下半年该厂就要移师到长兴，地方更大，码头更多，也使得071和075并行批量化生产成为可能，说不定076也会一起开工。提到076就多说两句，之前有过一期视频进行过详细介绍，不过有人会提出一些疑问，为什么搭载了电磁弹射的076是无人机母舰？难道歼15或者未来的歼3-1不能登舰吗？原因是这样的，首先有人战斗机需要更多的人员参与，人多了自然占用的空间和补给就会相应增加。其次也更为重要，两栖攻击舰毕竟不是航母，甲板长度有限，所以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和更短的距离内完成瞬间加速或减速。这种剧烈的激励往往会突破飞行员的承受极限，但对无人机来说就毫无问题了。最后再来说一下075的命名吧。此前视频提到过，根据海军舰艇命名条例规定，071型船坞登陆舰以山来命名，而航母和两栖攻击舰则会以省来命名，比如航母辽宁舰和山东舰。那么两栖攻击舰会用哪些省来命名呢？之前视频我提到东南某岛的命中几率很大，而很多网友也建议将前2艘命名为台湾号和福建号。虽然这样命名较为贴合现实，但福建想必并不愿意。我虽然不是福建人，但深知福建之苦。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一直饱受对面台湾尚未解放的牵制，直到2019年 GDP 才超过台湾。而沿海经济大省个个无不都在等待被命名为未来的003、004、005号航空母舰，而被拿来命名两栖攻击舰，显然不是沿海大省的福建所愿。所以个人认为，考虑到未来两栖攻击舰庞大的数量，除了首舰台湾号众望所归外，内陆省份被命名的可能性最大。2021年1月31日，人民政协报发表文章称，解决台湾问题不能急，但也不能拖太久。人民政协报在两会前既然发话了，自然不是随便说说，看来统一台湾已进入议事日程。那么到底会是什么时候呢？从军事上看，刚才也说了，075和071这两型登陆作战必备神器，建造数量一定要达标。尽管个人认为台军一开战即投降的几率极高，但该准备的还是要准备。其次，既然合同无望，
无论中国大陆再以何种方式完成统一，随之而来的必将是外来干涉，而西方在军事介入已无能力的情况下，剩下的就是经济制裁。毕竟双标的西方世界使台湾只会如克里米亚，而不会是加泰罗尼亚。为了应对可能带来的经济冲击，人民币的国际化就必须要完成。所以在台湾的中国人要有耐心，也要有信心。尽管黎明前的黑暗让人感到绝望，但你要相信太阳始终会升起。台湾号前进4，方向东南，出发。提着灯穿过远洋的阵雪，继续下潜，无需誓言。我的心像自沉的旧木剑，没入深渊。永别了我曾凝望暂时航向的日出，陌路暂住，吹熄，藏起火种，向宇宙。